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蛮重要的话题哦，就是身为基督徒在这个 AI 时代，到底该学什么，又该怎么学，这样才比较符合神的心意呢？这真的是个大哉问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个问题，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基督徒需要好好思考的。是。那我们今天会根据您带来的2份资料来深入探讨一下。一份是 AI 时代学什么、怎么学这本书的摘要，对吧？另一份是专门谈基督徒使命跟智慧的文章，在 AI 时代以神的心意学习与实践。是的，我们会试着把这2份资料的观点整合起来看。好，那先从书摘来看好了。他提到一个，我看了有点惊讶的点呢，就是说 AI 不止很厉害，它甚至在像 GRE 这种标准化考试表现都比多数人好了。是啊，这个发展很快。所以我们以前那种死背书拼高分的方式，是不是该重新想想了？它的意义在哪里？这个观察，确实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。那刚好另一篇文章就从信仰角度给了我们一个方向。他说，面对 AI， 关键不是技术本身好不好，而是我们怎么用、怎么学，才合神的心意。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要去抓住的重点。了解。所以结合这2份来看 ，AI 时代基督徒到底该学什么？书斋有提到一些 AI 比较难取代的能力嘛，像是对提问力、创造力、批判思考，还有保持那个个人特质、个性力。没错，这些能力其实跟文章里讲的基督徒学习重点是可以呼应的。文章主要提了3个面向。第一个是技术知识，这不只是说要懂 AI 原理哦，更深一层是要认识到这是神给人管理世界的任务，延伸到数位领域了。创世纪那边有讲嘛，治理这地。创世纪1章26到28节那边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做一个科技的好管家。科技的好管家，这个概念很好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是伦理智慧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 AI 不是价值中立的。怎么说？它的演算法、训练资料都可能带有设计者或社会的偏见，所以我们在开发应用的时候，那个设计必须根植于神的公义和爱。马太福音跟弥迦书提到的。是的，像是马太福音22章39节爱人如己，弥迦书6章8节行公义好怜悯。我们要主动去确保，譬如说演算法是公平的，尽量避免歧视或偏见。这个挑战很大。确实。然后第3个是属灵品格。属灵品格。对，你看现在资讯爆炸，各种声音都有，诱惑也多。我们需要透过祷告、读经、团契这些方式，跟主保持紧密的连结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常在主里面。没错，而且要小心，不要把 AI 当成新的偶像，好像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启示录也提醒我们要单单敬拜神。哇，所以学 AI 不只是学技术，还要加上伦理判断跟属灵操练，这真的是一个蛮整全的学习观。是的，这也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可以带来的独特贡献。了解该学什么之后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学。这听起来不太容易，文章有没有给一些具体的方法或路径？有的，文章也提了3个方向。第一个是圣经导向的学习，用圣经来指导。对，把神的话语当作我们智慧的基础，像箴言说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箴言2章6到7节。然后试着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到实际的科技伦理问题上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谈 AI 医疗的时候，就要回到圣经怎么看生命的尊严。出埃及记20章13节，不可杀人。对，从这个基础去思考。第二个方法是跨学科整合。跨学科？对，就是不要把信仰跟你的专业技术切开来看，他们是可以也应该要整合的。有没有例子？文章有提到像 Glue 公司，他们开发了一个叫 Calm 的聊天机器人。
做什么的？他们试着把一些神学家对圣经的诠释整合到 AI 模型里，希望能帮助信徒做一些灵修或信仰探索。这就是一个尝试整合的例子，蛮有趣的尝试。那第三个呢？第三是社群学习与实践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在群体中学习。对，教会其实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大家一起来讨论 AI 带来的伦理挑战。然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要发挥影响力，做光做盐。没错，马太福音5章16节，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去推动那些负责任的合神心意的技术发展。其实我发现，当弟兄姊妹开始一起聊这些的时候，常常会发现，原来我工作上遇到的 AI 难题，圣经里面早就有可以应用的原则或思考框架了。透过交流可以激发很多想法。是的，所以总结一下，这2份资料看下来，其实都指向一个核心观点，就是说，在 AI 时代，我们基督徒的学习跟实践都应该要以神的心意为中心，并且要结合技术知识、伦理智慧还有属灵品格这3个面向。而方法上就是透过圣经导向的学习、跨学科的整合，还有在社群里的共同实践，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站立得稳，持守我们的信仰，并且用爱心来服务这个社会，达到荣神益人的目标。以神的心意为核心，整合知识、伦理、品格，并且透过圣经跨领域和社群来实践。对，就像罗马书12章2节说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句话我觉得或许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学习和生活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跟指南。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去查验神的旨意，这在面对快速变化的 AI 时代真的是特别重要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从您带来的这2份很棒的资料出发，一起探索了身为基督徒在这个 AI 新时代该如何以神的心意为指引来学习和实践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最后也想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思考题，就是在您的日常生活或是工作中，您可以怎么样具体的应用今天我们讨论到的其中一个原则？比如说，学习怎么做一个神眼中看为好的科技管家，或者是在您的工作里努力去追求演算法的公平性，还是尝试用圣经的原则来思考您遇到的技术伦理问题，或者在您的教会、小组或专业团体中发起讨论，推动合神心意的 AI 应用。不用多，选一个点开始思考、尝试，看看可以如何确保我们使用的科技是能够真正荣耀神的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挑战。谢谢您的提醒，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